俄乌局势愈演愈烈，美国利用乌克兰对俄出手，对中国有何警示作用？俄乌局势又是否会为未来的中美博弈埋下伏笔？中国必须做出怎样的转变，才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自2月24号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在几天的时间里，俄乌消息始终轰炸着整个互联网。舆论浪潮此起彼伏，可以说俄乌局势的讨论达到了一种空前的热度。一方面，互联网的高度发展使得网络普及化程度大大加强，任何消息都可以第一时间被几十亿人同时接收。另一方面，此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规模与烈度都远大于过去20年来爆发的小规模区域战争以及治安战。我们也能见识到一个五常国家的军事底牌。同时，俄乌战争后续问题也相当复杂。在西方主导的舆论中，俄乌战争成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但其本质却依然是美俄矛盾的延伸。对于俄罗斯而言，无论是最终战果如何，他们都必须面临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俄罗斯很有可能被美欧踢出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圈。同时，对于另一个大国中国而言，虽然其国土远离冲突中心，但毫无疑问，中国也必然都会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中国也被媒体无数次提及，包括中国对战争的表态以及对俄乌双方的反应。即使中国人不愿意牵扯过多，可是中国也无法逃脱成为舆论中心。至少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描述中，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帮凶。毕竟，中国一方面没有跟着西方制裁俄罗斯，另一方面还与俄罗斯签署了能源与小麦的大单，俨然中国成为俄罗斯挑战西方的底气。以中国人的视角，俄乌战争意味着俄罗斯正式与西方撕破脸，而一旦俄罗斯没能顶住西方的压力，彻底垮台，那么美国的下一个重点针对目标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在近几年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的环境下，中国此前很多搁置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台面上。而俄乌局势无论最终以何种方式收场，只要中国没有制裁俄罗斯，就必然被西方彻底推向另一边。这也表明30年来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迎来终结，俄乌局势必然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也给了中国一个预警。对于中国来说，俄乌局势对中国好处是有的，俄罗斯将彻底失掉倒向西方的心理，转而选择加强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北方安全问题进一步得到保障。同时，俄罗斯也将向中国出口更多能源，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得到进一步缓解。不过，在中国确实能得到好处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隐患。这场俄乌战争，美国虽未出一兵一卒，却在舆论战场上取得了完胜，进一步收割欧洲资本，同时探出俄罗斯底线之后，很难保证美国今后不会把更多的资源调往亚太地区，加大重返亚太的力度。美国一旦真的下定决心对中国动手，中国是很难规避掉的。今天美国对俄罗斯做的事儿，也会是明天美国对中国做的事儿。无论你如何自证清白，美国只要利用舆论优势，就能找到10000条制裁你的理由。俄罗斯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尚且还能给其兜底，但是以中国的体量而言，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兜底。一旦被踢出世界主流，届时中国将面临比俄罗斯更险峻的形势。枪在美国手中，射出的子弹主动权也在美国手中。那么中国在抛弃韬光养晦之后，又该如何的应对新一轮全球竞争？对于中国来说，破局的关键便是必须打出3套组合拳。第一拳也是最重要的一拳，那就是中国必须进一步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局面。美俄的核心竞争区域在于欧洲，因此欧洲的风吹草动都能影响美俄双方。而中美的核心竞争区域却更加广泛，在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美之争归根结底在于经济体系之争，两国的破局关键就在于第三世界。抛开中国14亿人口与发达国家11亿人口，以及一直摇摆不定的印度13亿人口，全世界还剩30亿人口。而这30亿虽然长期被主流所忽略，但却已经成为中国不得不拿下的基本盘。谁能把第三世界国家盘活，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把内需、投资与出口视为经济发展的3驾马车，同时出口战略依靠“一带一路”政策，更是被中国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
中国必须要推动“一带一路”，以打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同样，美国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欧洲能把俄罗斯踢出国际结算系统，同样的，美国也能把中国踢出世界贸易组织供应链体系。只要美国能够找到中国的替代品，那么美国并不介意给予中国最为严厉的封锁。无论是为了孤立中国，还是寻找能替代中国的产业链，未来几年内，中美博弈的重心必然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也是为何前阵子美国高官频繁在第三世界国家走动，甚至逼着尼泊尔这种在国际上缺乏存在感的国家签署千禧年挑战计划，其目的就是为了与中国抢资源。对于中国而言，形势刻不容缓，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也必须抛弃韬光养晦，而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火车头。俄罗斯虽然衰落，但好歹有包括古巴、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等国家愿意与其共进退。如果中国始终对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置之不理，毫无疑问，美国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第二拳，中国必须要想办法在欧洲对美国拱足。美俄较量的核心在于欧洲，而中国虽然与欧洲并不接壤，但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放弃欧洲。欧洲人口素质强于中国，中国基建能力强于欧洲；欧洲技术经验强于中国，中国产能效率强于欧洲。两个地区处于高度互补，这一点对于法国、德国的领导人也是有基本认知。另一方面，欧洲对于其他地区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比如法国对欧洲的影响，中国不能把西欧彻底推向美国一边，因此中国如何在西方面前展现一种软实力就很重要了。第三拳，中国必须在周边时刻提防美国的影响力。如果说俄乌局势是中国面对美国经济制裁的一次预演，同样可以说是美国针对中国政治的一次预演。无论是挑动南海局势，还是利用韩国、日本、台当局对中国擦枪走火，都将无疑会让中国面临最为险峻的局势。中国周边的形势与俄乌局势存在着区别。美国通过在俄罗斯周边制造虚拟危机就能搅动俄罗斯，但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就需要亲自下场了。而在此之前，美国在亚太的棋子很难说不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也不会选择作壁上观，因为如何适当给周边敲响警钟，也是中国需要做的工作。如今各国局势联系密切，任何一点变动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迎接未来越来越有可能发生的激烈碰撞。